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游戏里原创的异世界钢弹，结果只有初登场那一代比较好用诶。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《Robo 魂凤凰钢弹》，登场于游戏 SD 钢弹 GG Generation F。对比超级机器人大战来说，是比较有策略性的战棋游戏，随便无脑打很容易就会 game over 哦。可是当你机体跟驾驶都练起来之后，策略性又都不存在啦。可是我喜欢。而凤凰钢弹是游戏相当后期，而且需要满足条件才能得到的机体，并且因为游戏的机制，凤凰钢弹同时也是很好的合成素材哦。凤凰钢弹游戏的原创机体，装甲材质是奈米装甲，所以具备了自我修复能力，并且不需要燃料的补给哦，因此作战的时间近乎无限。机体的机动性相当高，还有变形机构来因应战场的变化。武装上，对于不同的作战距离也有对应的武器哦，并且也有给新人类使用的感应兵器。原设定的机体高度是未知，但 Robo 魂也没有固定的比例，本款的高度大概是15公分。对照原设定，整体的还原度很高，大概跟它的腰身差不多高，但前方的2根平衡翼明显会比原设定来得长。凤凰钢弹最早是以 SD 的形态登场，等身的比例反而不常见哦。头部有依照原设定还原很长的红下巴，不过整个头型有点过多的三角形化啦，额头的感应器部分也明显缩小了。整体身形是夸张化的大长腿风格，但两边肩膀的6片大平衡翼也造就整体虽然很诡异，却同时也有一种美丽的感觉。虽然 Robo 魂都是塑胶成型色啦，但本款的天线、领口还有平衡翼的末端竟然有金色涂装哦。当然，其他的部分就都是塑胶成型色啦，尤其是白色的部分，它变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颈部因为牵涉到变形的拆解，所以它没有关节哦，因此整个头部都是靠与颈部连接的球形关节，可动范围整体堪用。主要是因为长下巴跟领子会互相妨碍啦。后侧的兜可以翻起来，提升抬头的幅度。身体理论上只有2节，水平转动没有什么阻碍。左右倾倒范围堪用，不能向后弯，但向前屈的范围不错哦，只是后面会有断层。手臂转动没有问题，根部有向前的外拉关节，也有水平抬举的关节。手臂本身的水平抬举范围很小，配合根部的关节也还无法抬到90度哦。上臂可以转动，手臂弯举是双关节，范围优秀，有附属4对的替换手手。裆部可以翻开转动。后方裙甲可以转动，也可以小小的翻开。腰部装甲连接点只有在后侧的球形关节，但这个位置很容易在把玩的时候会弄断哦。另外，我手上这只右边的装甲接点有公差，导致两边的可动范围不一。大腿根部可以下拉，前抬举范围相当的夸张，但水平抬举不能到90度。大腿转动范围堪用，膝盖弯曲幅度理论上可以算是小腿贴大腿啦。脚踝两侧的装甲可以稍微掀开，大脚掌是球形关节直装，可动范围不小。左右接地不仅仅靠脚踝的球形关节哦，脚掌本身也有可以调整的地方。有附属一个替换天线，但不是预备品哦，而是游戏中不知为何结束动作的时候要遮眼睛啦，爽帅一下。附属2把光束军刀，刀柄可以收纳进2小腿外侧的装甲里面，很难装哦，建议靠外盖直接压进去。当然，光束刀刃特效键也有附属2根。附属了2把光束步枪，短短小小，没有涂装。不过2把可以结合为1把，然后上下拉开就会成为大出力模式。主武装是肩膀上的3根平衡翼，每根的根部都有多方向的可动轴，因此虽然会挡到手臂啦，但活动度够大，所以可以调整的空间也很大。另外，虽然没有附属特效零件来互动，不过前后2个的底部其实是梅高光束加农炮哦，也是主要的远程高破坏力武器。左右外侧红色的平衡翼，同时也是羽状感应炮的收纳匣。外侧铁灰色的部件就是感应炮了，但本款是采用替换式来重现，附属了12台展开后的羽状感应炮，并且有附属2根透明的互动基座哦。本款可以重现火鸟形态，但需要插拔零件。首先是把2把光束步枪拿好，然后将头部连同脖子一起拔起来，大腿末端向上收纳，脚掌向后之后收起来，背后左右2个推进器拉开，
中间的装甲移除。接着将整个下半身往后90度，背后推进器归位，握枪的手肘向内转90度，前后平衡翼贴着手臂。机头替换件先拿出来装好，左右手向上抬，然后后侧的平衡翼左右固定，中间的平衡翼调整位置，手持的光束步枪调整好角度就完成啦。火鸟形态其实原名就只有鸟模式啦，但因为大招是火鸟弓，所以称为火鸟形态好像比较帅。此形态除了高速巡航之外，也是放大招的时候的必要变形哦。外形基本上就是脚伸直，头收起来，然后手开。但或许是因为产品的等级不够高啦，蛮简单的变形机构还是采用的替换件。不过你都采用替换件了，下半身却没有明显的扣点，单纯是靠原本背后的左右推进器卡住而已哦。这点总觉得有更好的设计啊。惊喜的游戏在放大招火鸟弓的时候，有追加了部分结构展开的突击形态，两边平衡翼各有3个地方可以翻开哦。前端部分的展开是用替换式，但就是把延伸支架给装上去这样了。这边没有直接做展开机构而用替换式，我是觉得好像也可以改进。凤凰钢弹毕竟只登场在游戏 SD 钢弹的 G Generation， 而这款游戏又是属于比较有在看钢弹的人才会接触，因此在圈外的名声并不响亮哦。但对于从 PS 时代就玩过游戏的人来说，里面很多原创机体都相当梦幻，因为基本上商品化的几率都有够低啦，所以看到 Robo 好像要来弄这一块的时候，是还蛮期待的。原始设定就不会太复杂的情况下，本款整体的表现也可以说有在水准内啦。当然部分结构使用替换式，但并没有明显的增加稳定度，多少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够用心啦。不过可以完整重现2种形态，加上 Robo 魂着重把玩的层面，综合来说算是不错啦。总之，目前这一台机体量产商品少到1只手还嫌多啊，而且本款可是等身比例的哦，就又更加稀少了。有收到我是蛮开心的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